未知的自己有三：一、我们 DNA 传承里祖先所有的知识、能力、智慧、经验及感受；二、所有转世的自己的知识、才能，这些都在自己的 DNA 深层意识中。三、对等人格，存有在100年内会来3到4个肉身。对等人格的所有记忆、经验和知识都在自己身上，所有的肉身彼此相连。赛斯的观点认为，我们的未知的自己有3个方面：一、DNA 传承中的祖先知识和经验，我们的 DNA 里传承了祖先的知识、能力、智慧、经验和感受，这些潜在的资源可以通过意识和意识层面的探索得到。二、转世自己的知识和才能，根据赛斯的观点，我们的灵魂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转世，因此我们的 DNA 和深层意识中也拥有所有转世自己的知识、才能和经验，这些资源也可以通过意识的探索得到。三、对等人格，对等人格是指在100年内来到地球上的3到4个肉身，这些对等人格之间相互关联且共享所有的记忆、经验和知识，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意识的探索来接触和利用这些资源。当提到赛斯的观点时，有以下一些例子可以用来说明。一、你的 DNA 传承，假设你的祖先在种植、制作或其他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技能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这些领域也有天赋或强烈的兴趣，即使你没有直接接触过这些事情，这是因为这些知识和能力传承在你的 DNA 中。二、深层意识中的知识和才能，你可能发现自己在某些领域有不寻常的才能或天赋，而这些才能似乎来自你无法解释的地方。这些才能可能是你在前世的生命中所学习和发展的，而这些记忆储存在你的深层意识中，并在需要时显示出来。三、对等人格的连结，你可能会遇到某些人，感觉就像你们已经相识了很长时间，或者你们之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连结。根据赛斯的理论，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对等人格之一，也就是说，在过去的生命中，你和他们有过相似的经历和关系。人类下一个演化是意识层面的开发，心灵的演化与扩展。赛斯的观点是，人类的进化过程不仅限于身体上的演化，也包括意识和心灵层面的开发。他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意识时代，我们正在进化成更高层次的生命形式。根据赛斯的教义，意识是所有存在的核心，它超越了身体和物质的限制，因此意识层面的开发是人类下一个重要的进化步骤。人类需要从物质层面的存在转向更高层次的意识存在，这将使人类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宇宙的本质。赛斯强调，这种进化过程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，而不是一种人为的改造。人类必须学会放弃过去的信念和观念，从而能够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意识探索和发展。这种进化过程需要个人的努力和自我探索，同时也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进步。那更大的自己在时间里播种他自己，在这个过程里没有身份被失落，并且也没有2个身份是相同的，但所有都是彼此相连的。所以理论上你可以扩展你的意识，去包括你过去生命的知识，虽然那些生命既是你的又非你的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，就如下一年的叶子与现在这株植物的叶子有一个共同的根。这段话强调了赛斯对于人类的意识和身份的理解。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是广大而无限的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和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同时也和其他人，甚至其他生命体有着共通点和联系。赛斯主张人类的意识可以不断的扩展，去包括过去生命的知识和经验。这些生命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，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，就像一棵植物的不同叶子有着共同的根系一样。透过这样的意识扩展，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身份和经验，也能更好的理解其他人和世界。总之，赛斯认为人类的身份和意识是广大无限的，可以不断的扩展和深化，并与其他人和生命体产生联系和共通点。意识的扩展，转世间的自己同源，但每一个自己又都不一样，转世间彼此会有影响，但改变就在当下，因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。
某一个程度来说，未来已经发生了，过去还会发生。在赛斯的观点中，意识的扩展是指人类开始进入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，能够理解和探索更深奥的宇宙真理和自我。这种扩展不仅在现实中的当下发生，而且也与转世有关。转世间的自己是同源的，但每个自己都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成长过程。转世之间的影响也存在，但在任何时刻，个体都可以做出改变。因为在某种层面上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未来已经存在于意识层面，而过去则还没有发生，但同时也可以改变和重写。寻找对等人物的方法之一，让你创造性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挥洒，让意识不断的扩展。根据 Seth 的观点，我们可以通过让意识不断扩展来寻找对等人物。其中一个方法是发挥创造性想象力，让自己的意识自由的探索、想象和创造，这样可以打开自己的潜意识，帮助自己更深层次的了解自己，并找到与自己共鸣的对等人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应该被过去的经验和思维模式所限制，而应该放手让想象力自由的流动，创造新的可能性和想法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我们以前从未考虑过的潜在对等人物，并通过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来扩展自己的意识和认知。总之，通过激发创造性想象力，我们可以打开意识的门户，寻找对等人物，并不断扩展自己的意识和认知，以实现自我发展和成长。